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53.98，收盘价是260.53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1.65，最低价是在250.65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81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也是向上。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进入到短期的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突破后的横盘中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回踩到了10日均线值，然后是一路向上，并且呢收盘价是收在了高位，依然也就是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。那也就是说明股价在当日盘中是有多头力量的支持，并且呢在盘中完成了叫做反转向上。那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61.65这个位置，那只要能站上它，那股价将会继续上攻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52，另外一个点位是收盘价在248，它们都是带有条件的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65，还有一个点位是收盘价在268，它们也都是有条件的。实际在10月6日收盘价是在260.53，出现了横盘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在10月6日盘中出现了反转向上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对于10月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64，是前高10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站上它的目的就是要继续出现头高，维持现在的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，第二个目标就是上方的279。279如果能够被站上，它将继续8月18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但是在到达它之前，这条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 K 线的焦点将会成为压力位。那这条趋势线我们再回顾一下，它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低点建立的头低的下行趋势线，这也是特斯拉股价我们称作叫最后一颗下行的趋势线。好，那么在到达279之前，对于10月9日来说，274将是一个强压力。好，那279如果被站上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99.29，也就是300关口，
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将会恢复特斯拉股价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好，这是上方的3个目标，我们再来看下行。那股价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2，也就是10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235，235如果被跌破，那么上方有头低，下方再次出现底低，那将恢复自9月15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接下来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212，212如果被跌破，我们会看到将会恢复自7月19日以来的下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下行的分析说明。然后我们会看到股价一旦跌破235之后，这条趋势线将会成为支撑。那我们其实也会看到2条趋势线，一个是下行的趋势线，一个是上行的趋势线。那么股价目前是在这2条趋势线之间震荡运行，而且是有收窄的一个表现。那么我们会看到至少是到如果我们看到2023年12月中旬，在这个焦点的位置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之前，股价一定会选择一个突破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在10月9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，我们要关注258，之前我们给的是257，是对于10月6日来说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叫做上限。对，好，那么到了10月9日，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258，我们来说明一下，它将是10月9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还有5日均线值都是重合在这个位置。那我们关注它的目的就是说，股价在10月9日开盘之后，如果不低于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一定会上攻，或者至少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上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跌破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58的原因。那由于10月9日是当周的第一天，第一个交易日，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周 K 线图，我们先来看看周 K 线图的 K 线信息。我们先把辅助线去掉。好，那在10月2日当周，这根 K 线它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。那这根 K 线呢，我们会看到它是又重新站上了周 K 线图当中的5均值，并且收盘价超过了前一周 K 线的最高。那么唯一的不足是当周的成交量是量缩，这样一来呢，就给股价日后继续上行呢，也就是说有一个不足的条件。就是通常我们说股价如果在反弹的过程当中站上前高，又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这是继续要上攻的。但是如果成交量不足呢，我们说要小心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。那我们回顾一下，在之前我们对周 K 线图的预测是在10月2日当周我们关注的位置是在255，也就是这根
K 线的最高。那关注它的目的就是股价如果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，我们预测会收在265附近；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可能会收低，收在238。对，这是我们之前给出的对于周 K 线图的信息。那么到了10月9日当周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，我们要关注253。253，我们先把这水平线调到253。253啊，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中线。好，我们把它调准确一点，253。好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呢？通常实体的中线这是一个强支撑。如果股价在当周能够在253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高，或至少会是横盘。那么收高，我们认为在10月9日当周会收盘在268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如果在周中股价是在253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依然认为股价的收盘价会收在238附近。我们这条水平线不变，我们把它调得精确一些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10月9日当周股价走势的一个分析说明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日 K 线图。那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9月29日收盘价250， 5%建仓；在10月4日收盘价261， 10%加仓。那这15%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57附近。那对这个它的获利目标呢，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了，是在264的上方，都是获利的目标位。对，那么在10月6日我们给出的止损的位置是在248，是守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。那在10月6日股价是出现了一个横盘向上，收盘价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。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仓位，如果没有获利，一定是目前还是在持有的。那到了10月9日，我们要给出止损位，是从248，我们要提升到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是提升到250。也就是股价如果出现回档跌破250，应该是止损出场的。那么对获利的目标依然是264上方，是在这个区间。好，那么对于10月6日收盘价，我们会看到在260.53这个位置，虽然在盘中出现了反转向上，但是由于成交量是略微的量缩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或者说是进场的。对，也就是不可以加仓或者是进场做多，我们指的是在技术上。好，这是对于多头的说明。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对于空头，在10月9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有空头的力量继续进入。那么他们的目标位就是250，还有下方的235。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64。或者是他们要守的位置是264、274，当然还有279，这是几个空头的回补位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
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在261.65到上方的264。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站上这个前一日 K 线最高，股价会继续上攻，所以它的第一个压力位就是前高，还有上方的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压力位是上方的274，第三个目标是279。这是上方的另外两个压力，第二个压力是274，第三个压力是279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在257到258之间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52到253之间。第三个支撑就是前低250，第四个支撑是这根绿 K 的最低是在248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上涨，或者说是继续上攻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8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6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65附近，也就是会突破第一个目标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4.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如果是横盘向下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63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56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58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